还有一个再来，你常常看到就是指南针，指南针的部分要看哦，它这边就是绿色是比较好的。指南针在什么状态下？那我这边就来，好，这边先来讲解一下哈，这个，因为现在天气的关系哦，所以说想要趁这个机会啊，因为刚好好久没见的老朋友这样哦，那我们就顺便提一下，因为天气太热啊，我们常常发生这些电池因为热度的关系导致空拍机坠毁，它可以导致它坠毁哦，为什么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两个电池，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你看哦，这个我放在桌上，它会转。对。这个呢，不会。好，会转动代表什么？底部的地方是有凸起，那凸起来代表是什么意思？电池膨胀。电池会膨胀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高温，第二就是过度放电，也是因为高温导致它膨胀。再来就是三个啦。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充电把它放着，那它就会膨胀。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分子是很活跃，我们把它充饱，那都没有使用的话，它里面的分子它不知道怎么释放，所以它就用膨胀的方式来表现。所以说，有些人他把电池习惯就把它充饱，然后放在那边，他准备下个礼拜马上就要拍，我这个礼拜拍完以后觉得赶快先充饱，不然我下礼拜我来不及充，那结果过了半年以后，或者是过了7、8个月以后，他就发现奇怪，每一颗电池都胀起来，那这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充饱百折，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在冬天拍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可能比如说从12月份一直拍到3月份，他都习惯打缩时，一打缩时可能从100%嘛打到35%，差不多刚好飞行的时间就可以到它所有飞完时间。好，假设这个电池20分钟，所以他已经习惯这个 cycle 了。可是当时的天气温度可能才10几度，是，好，这个东西是他没有想到。那可是现在天气很热了哦，你出去走可能就已经38度，也就是说电池你放在室外，你还没有用就38度，真的。但是在之前在冬天你还没有用，可能才10几度。假设15度和35度来说，中间差了20度。20度就是你决定可不可以放电放到剩下30%的关键，因为什么？你插上去开始起转以后，电池就开始在温升，那它温升的速度就是随着你环境温度来改变，这样，所以这个部分是很严重哦。那我自己有观察过，如果这个电池在冬天使用到它35%的时候，它的温度大概就在52度左右，还没有到达55度哈。那55度是一个临界点，到60度一定膨胀哈。为什么是55到60？55度就是比较差的电池开始准备膨胀。所谓什么比较差？你只要飞过超过20趟到30趟，这个就叫做用过的电池。因为很多人他不是每天飞，所以他用到30趟，可能他已经过了3个月。那这个大概就是使用过的电池，比较容易膨胀。好，那它对温度比较敏感。那如果在20趟以内啊，那可能它大概都是在半年以内、3个月以内的话，它的体质还蛮健康，它是可以承受这样的温度到60度。所以55到60是一个临界点。60度不管老的电池、新的电池，一定就开始有膨胀的疑虑。老电池是一定膨啦，新的电池可能64度、65度开始就微微肿胀然后冷了以后它就又平了，你就觉得好像没事。但是呢，这种天气，现在夏天啊，我自己在飞，好的电池还没有装上去就38度了嘛。你装上去以后，飞到55度准备就要停止，中间只有20度的时间，大概就是65%。65%打一个缩时怎么够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就一路打到35%，回来以后电池65度，不用多哦，他只要连续4、5次这样，一颗新的电池回来就像这样可以转。
所以他就会觉得啊，我的电池为什么这一批是有问题的 ？No， 不是这批有问题，是我们的使用习惯是有问题的。夏天使用和冬天使用是不一样的。那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下一个单元告诉你。那我们刚刚有讲空拍机的这个温度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实际看最简单啊，实际我们就有一个实际的画面。好，假设我们现在把它开启。好，温度怎么看？很多人说这温度我哪知道啊？很简单啊，你如果这 app 里面只要 DJI 系统里面一定会有电池温度这个东西。好，那这个部分你就在这个地方直接点电池的符号，点进去看一下，这边就有一个温度嘛。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部分。你还没有起飞，它这边几度？33，对不对？33是因为我们在冷气房哦。如果你今天是在外面，一定室温嘛，你电池永远不可能比室温低，这是大自然的原理，对不对哈？这不会，所以你看现在外面可能35度，你还没有起飞就35度了，那我要怎么样把它飞到这么低的趴数，25%，然后又不会超过55度，那怎么办？你先把它降温嘛。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方式，我们就带一个冰桶啊，冰桶，钓鱼用的冰桶。或是出外露营的冰桶，里面放冰块，好，放了冰块以后呢，铺一层毛巾，然后呢，你把这个放一个塑胶袋，你就把它直接丢在冰桶里面，先降温，拿出来大概都15度左右，15度到55中间你有40度，够你把它飞到35%，这个是我发现很有效的方法，所以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飞，然后飞完回来不会变这样子啊，又让你痛一下，5000块就飞了哦，1000块呢？你看这个不会转，这个会转，对不对哦？这个就差很多了哈。这个部分是一个很正确也很正常的一个做法。那因为不得已一定得要飞到那么低的趴数，这是我们习惯嘛。像我个人习惯就是40%返航，35%落地，但是温度都还是超过，所以怎么办？我就先把它降温。所以我就带一个冰桶，那反正带冰桶里面有冰饮料嘛，你自己也可以喝啊，对不对？好，那冬天怎么办？对啊，加温啊，冬天可能才5度、10度，对不对？我们常说什么？我的心最火热，用爱发电嘛。那你就把电池摆你最热的地方加温啊。我去玉山那边我去飞的时候是-7度，所以呢。电池有2-3颗，我是放在那个背包，所以大概都是-7度，然后它就会显示电池温度不满5度，所以说它就不让你起飞哦，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麻烦。那我们接下来讲到刚刚的那个，好，我们现在回到刚刚的部分啊，好，那接下来就是。你遇到冬天怎么办？那就先加温啊。我们心最热嘛，所以你就把它放在最热的地方，让它加温啊。因为我在玉山拍人的时候，确实它就有出现电池温度不足，请加温到5度以上再飞哦。像现在这一种，它都会有这样的警告啊。为什么？因为电池太冷的时候，就像你手机0度 ，iPhone 可能就不开机了，安卓可能还勉强可以。好，这个是为什么？因为电池它里面的有一些交换液哈，就是它锂电池它里面有一些活性的液体，它焦灼了以后它是没有办法做电池交换，所以它放不出电了。所以在瞬间放电的时候，你开了油门它就直接下降。所以上一次大概几年前10年前吧，不是有一次台湾下雪，平地都在下雪，然后在这边就在这个大概150米的地方都看得到雪。我那一次拍完雪以后，我这边一堆回来的空拍机，因为每个人都是油门瞬间一加，嘣就下来了嘛。下来以后就是因为电池的关系，温度不够，所以它会出现动力系统、电力系统不足、异常，电流过大，它就直接降落或是直接坠毁了。所以我们那一次回来修理的太多了。这个就是电池，电池的工作温度是25度。好，所以你冬天的话，你加热最少要加热到20度，你就可以上去飞。它永远飞不到55度，所以你可以把电池飞完。这个就是
习惯了，习惯以后你到夏天还是习惯这样，所以电池膨胀。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冬天你总要换冬天的衣服嘛，夏天你总要换夏季的短袖嘛，你不可能两个都共用嘛，对不对？所以电池也是这样子。好，这个基本的保养使用方式就是这样。还有电池，平常我们大概就是2个灯做存放的动作。好，为什么？因为充饱就会有讲了，里面的电子活性物太强，它会膨胀。像这个已经膨胀了，啊，捏一捏，你看它就会有这种痕迹了。好，那这个部分，电池只要膨胀，它就会中途断电啊。所以很多人飞快要到尾声的时候，比如说它可能剩下45%，它就直接出现电力异常，嘣就直接降落了。有些就直接断电，就是因为膨胀导致它里面电池的电芯会直接短路，哦，就视同切断一片电芯，这里面有4片，它就等于切断一片，飞机直接坠毁，像断电一样。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有关膨胀电池使用上一定要小心。只要你电池有膨胀，50%做一个分界点，50%降落，基本上大概都没太多的问题。但是50%不代表是一定保证它没问题，你还要考虑温度。因为有时候你飞到60%，它已经55度，一样会有这样热衰竭的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冬天要升温到25度，15到25；夏天你要降到15度，再去飞。好，然后呢，平常存放保持2个灯以下，1个半也可以。好，千万不要冲。那每1个月你最少要把它充饱，然后呢放到飞机上面停旋，放到2个灯左右，你1个月最少要做1次，可以做2次最好。那这样电池你最少可以使用的3到4年不会有问题。我们的电池有时候5年啊，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我没有坏过什么电池，因为我还蛮注重这个部分，而且我不会过度的飞。那真的没必不得已，你必须要把那个影片完成的时候，我们才会飞到那个时间，但是都在安全极限，可能就在60度以内就降落，不然有可能断电，不冒这个风险。好，所以大概以上这个是有关电池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一下，飞得比较安全。我也不希望空拍机一直掉，然后你再来去买啊，去怎样嘛？哦，这个希望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是希望是你想要更好的影像画质的时候去追求更好的空拍机啊，这样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事故的发生，然后去不得已去买空拍机。好，大概以上这样提醒各位哦，注意。好，好，回来。OK， 好来，我们现在讲一下哦，因为现在其实空拍很容易，但是也很容易触犯了一些空拍的法则。那最常发生的是什么？各位看一下这边有红色嘛，对不对？红色就代表禁飞区哦。那可是呢，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地方政府自己规划出来是红线区。那在这个 App 里面啊，比如说像 DJI 的一些执行的 App 啊 ，Fly 啦、Go4 啊、Go 啊那些东西，它是不会显示啊。地方政府，那这个会显示几乎都是重大的一些建设啊，飞机场啊、港口啊这些部分，所以飞行器也没办法起飞。那可是呢，如果你是在一般有一些像河滨公园，还有一些比方说像是国家公园啊，变国家公园管理法则里面你要去申请。那像这些部分，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一个 app 去查我们台湾这边有哪些地方是红区。好。回到重点，那常常会有除了红区这个问题，常常会有高度的问题。我们现在法规规定这是120公尺高，这是标准绿区。那如果是在黄区的部分就是当你看到橘黄的部分，这边可能没有显示有一些啦各位看到这边有一个类似像那橘黄色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限高60米啦。那60米的话，有时候在它边缘啊，交接边缘可能也会稍微高一点。那有些地方是地方政府自己画的一些区域的话，那你有可能就不小心超过那个高度，或是我们在绿区，
因为空拍界很多人有时候不会把它放在120米的限高了，有时候就调个无限制。好，那飞到120我自己知道，好就赶快停住。但是有时候因为美景当前，不小心摇杆越拉越高，越拉越高。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300米了啊，怎么办？被举发就惨了啊，对不对？超高是很严重的哈，30万起跳，超过高度哦，30万到150万哈，这是很严重的哦，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好，那有一些影片它在上传在一些社群里面啊，他会想说，我有没有超高，人家哪知道？好，各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理和常识。房子不会忽大忽小嘛，对不对？你那个地方建筑物，湖泊也不会面积忽大忽小嘛，除非你昨天淹大水，湖变大了。好，但很少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你在多高的高度上，你房子的比例就是固定大小。比如说，300米房子大概就是3公分，假设我这样子。那100米的话，它会变放大，对不对？那如果哪一天拍出来的影片可能是1.5公分，你可能在600米。如果按照这样比例来说，所以呢，当你的影片丢上社群，上面写某某某谁拍的几月几日，好，然后被人家举报了，你会觉得很纳闷，奇怪啊，他怎么知道我的高度？他可以依照你的房子的比例去算你现在目前空拍机的高度在哪里哦，因为其实相机的这个部分，它的像素比例是一样的，所以它可以很清楚算出来，在这个房子的大小，用这一台空拍机，你的高度是多少，所以在影片上面的呈现的这个尺寸大小是在多少。内行的人有去拍过，一看就知道，所以他就会去检举。那这个部分就比较麻烦啦，有你拍摄的时间，有你拍摄的本人挂保证那是你拍的，那所以就会被请去说明，这个部分就比较麻烦，你就要自己提出说明，说你有申请啦，或者怎么样。那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跟人家讲，我在很远的地方飞过去，所以我站的位置是比我实际平地来的高，所以我往上飞120米，看起来人家说觉得像300米的高度，但是山不会走来走去嘛，山不会跑来跑去。好，你要在多远的距离拍到那个位置？除非你的镜头是润音润奥润得很好的那一种，好，现在新款的28倍，对不对？好，你可以说你要拍很远，但是呢，因为高度的问题是不会变的。你没有办法润到说那个房子变那么小，你只会越拉越大。那这个部分你可能飞到很远的地方，然后你说你从你很远的地方飞起来，飞到这个位置，所以看起来像高度这么高，所以你是站在某个山头上面起飞。但真的会检举人也不是笨蛋。一个湖泊你能够拍到飞到中间，你可能要从边边的山，那边边的山的高度一算就可以知道，你是站在哪个山的位置，才有这么高的高度哦。那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距离超过了限制？这就是很严重了。无证照，没有证照。一般我们目视飞行嘛，你可以看到几米，400米很了不起，500米。好，我眼睛好，有看到700米。好，各位没有证照的话，其实你看一下法规，它上面只有300米，300。好，所以呢，当你要视距外飞行的时候，你必须旁边要有一个观测手，所以你必须要有第二人站在你旁边哦。你可以飞视距外，视距外能够多远？也就是你要飞到300米的位置，在视距外还有一个人是站在你600米的位置哦。好，那他就会看得到300米交接的位置。这个是基本级哦，你需要拿到基本级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哦。这是基本级的视距外飞行。那可是一般人我们没有拿到任何证照啊，你是不得做这样的行为，一定在视距内飞行哦。所以300米是一个标准界定。所以你告诉人家说我站在很远的山头飞到这边来，所以我的高度有这么高。
因为我起飞，我山上的高度就比我现在还高啊，所以我是平飞。那他就会去算你站在哪一座山头，距离这个地方只有300公尺，所以最后因为你会是距离被处罚，好，那但是你还是要提出你的起飞点啊，所以你必须要提出飞行记录。但是你飞行记录一提出来，可能你是飞1公里，完蛋，你还是一样触犯了一个空拍的法则，因为你没有证照。那没有证照的话，你这些部分就变成你没有办法去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放影片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你到底你的高度有没有超过，千万不要觉得说，那个我可以讲是在空拍法以前啊，那个开始实施的之前去做的，人家不是笨蛋啦啊，这个部分只要有人你会去拍的地方，人家也会去拍啦，只要有1-2个提出说啊，这个是3年前真实的样子。抛上去，你就没办法反驳嘛。那或是有人说，啊，这我昨天才拍的，我景怎么跟你一样？那就没话说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当有疑虑的时候，如果民航局他也认为检举你的那一位哈，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民航局他那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地基图的这一个高度嘛，民航局资料很齐全。所以他去测量一下，确实是可以知道你大概是站哪个位置，大概飞多远。所以这个部分千万不要认为说你是可以，好像大家会忽略这件事情，只欣赏美。但是网络上其实是有很多，他不是欣赏你拍得多好，他是想要看你飞得多高，飞得多远，来证明他检举你是非常有效的。好，那这个部分。当然，他做的没有错，是为了飞安。那我们在拍摄的这个部分，也要自己注意啊。我们在拍摄之余，不要去触犯了这个空拍的法则，因为为什么？当我们愉快的时候，可能就会带给其他人的危险。那这个部分一定是不能去避免啊！你一定要千万要记住，因为掉下来，如果是砸到自己头上，没有问题啊，自己鼻子摸一摸就算了。但如果是碰到别人的话，这个部分就是可大可小，好，所以无论如何，你还是得要去注意这个部分高度的这个问题，好，这个有时候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好，这是我们空拍上面小李对各位的提醒，好，各位一定要切记哦 ，OK， 谢谢各位，谢谢，不会。